家好，评论区有很多宝子们想让我讲讲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个插件。在使用这个插件之前，我们先去官网看一下作者给出的介绍，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我们先用浏览器打开，来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先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插件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按照与生成图像完全的一个方式去生成 GIF 动图。我们再往下，这是各种更新，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如何去使用，在使用之前呢，你要确保你的 WebUI 已经更新到 V1.6.0 以上的一个版本， ControlNet 更新到 V1.1.410 以上的一个版本。那怎么去看这个版本呢？我们回到 WebUI 的主页面，然后往下滑，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ControlNet 的版本了，然后最下边这个地方就是 WebUI 的版本。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显示，那你可以去你的控制台，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它也会这里提示就是 WebUI 的一个版本以及 ControlNet 的版本。那这个怎么去更新我就不用再去多说了，都是以前的一个方法了。然后我们回到这里，这个条件满足了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安装这个插件。那这个插件怎么去安装？我们跟以前的插件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回到这个页面，然后点击这里的扩展可下载，然后点这个黄色的加载扩展列表，点它，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输入这个插件的名字就行了。因为我这里做演示，我已经安装过了嘛，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去勾选，我才能搜索到哈。就是你把这个插件的名字放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它就会直接的搜索到这个插件了。搜到这个插件之后，你点后边就是安装，安装好了之后，点这里已安装，然后点这个黄色的应用并重启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方法。对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还是没有搜索到的话，那你可以尝试取消掉这个含广告的这个勾选，再去搜索一遍，就有可能搜索到了。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同样是在这个扩展里边，这里从网址安装，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往上，然后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图标，我们点它，然后这里我们复制这个指令，回到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指令粘贴到这里来，就这个地址，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安装，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同样点这里一安装，点这个黄色的应用并重启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我们也回到这个地方，这绿色图标这里，我们复制就是这行指令，好了之后，我们回到 WebUI 的这样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找到它的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在这里我们鼠标右击，点击这个在终端中打开。如果你没有这个在终端中打开，你就点这个地方最上边，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按 Enter 键，同样是可以进入这个窗口。然后来到这个窗口，我们可以输入 get pull， 然后复制刚刚的那个指令。好了之后，再按 Enter 键进行运行，它会自动下载这个插件的这个文件。我已经下载过了，我就不运行了，就是这个文件。然后这是第三种方法，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种方法，同样是这个界面，这个绿色的图标这里边，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下载它的压缩包。下载好了之后，你要进行解压，解压过后，同样是找到这个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然后把解压后的这个文件放到这里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文件。然后放好了之后，你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是你回到主目录，然后双击这个 WebUser.bat， 然后重新去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了。下载好了之后，它是在这个地方显示纹身图，我们往下滑，然后这里就有这个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了。同样图生图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下边，这里就会有这个插件。然后安装好了这个插件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步。我们往下滑，我们要下载相对应的这个运动模块，然后也就是模型放到这个路径来，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回到 WebUI 目录，打开这个 Div 这个插件，然后打开之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 Motion Module， 就是这里这个模型需要放在这个地方的，需要去下载的。然后这个下载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页面，就这个地方点击这个蓝色的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下载，它会给你这里有几个链接，都是可以下载的。如果你使用的是 WebUI 的话，我就建议用作者自己的这个 Hugging Face 的存储库这个链接。如果不是的话，或者其他的都是可以用这些链接的，比如说这里的谷歌云盘，还有这个 Hugging Face 的旧链接，还有 Swift AI， 同样都是可以去下载的。那我们就点这个吧。
我们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LoRa， 这里有个 Motion Module，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模型。我们点开，这里有几个版本，建议就下后边3个版本 V2、V3， 还有适用于 SDXL 模型的，就是这3个。我们点后边的这个箭头进行下载就可以了。这3个模型下载好了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找到 WebUI 的根目录，就是这个目录，然后找到这个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找到我们刚刚下载这个文件，就 Animate.diff 这个插件，然后点进去，然后找到这里的 Model， 点进来，然后我们把刚刚下载好的这3个就是模型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除了这3个模型之外，我们可以回到上一节。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 LoRa 的一个文件夹，我们点进去，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个 LoRa， 它是控制镜头的一个运动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V3 版本的 adapter， 使用这个 LoRa 呢，它是生成的动图会更稳定一些。然后这个 V3 版本的这个 adapter 这个 LoRa 呢，它有一个注意事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回到这里，然后往上，然后这里有一个 V3， 你注意一下，就是你要下载这个 V3 版本的 adapter， 那你就要使用作者自己的链接，而不是官方的一个链接。因为官方的这个链接，它也说了，它是不支持 A1111 的，这是注意一下的。所以说，尽量使用作者给出的链接，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Hugging Face 的存储库这个链接。而且如果你想就是省一些空间的话，那你也使用这个作者给的这个链接，因为原来的这个旧链接你可以看一下嘛，其实它的这些文件的一个大小它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 V2 版本 1.82 个 G， 这是 SDXL 950个 G， 然后这个 V3 版本也是 1.67 个 G。但是你可以看到作者后边的这个更新过后的这个，它是这个是 LoRa 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大小要小很多，而且全是用这个 Septensors 格式的，就是原来的那个链接是 CKPT 格式，然后这是 Septensors 格式，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这是注意的一个项。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回到这个 LoRa， 就是我们全把这些下载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我们先回到就是WebUI 的这样的一个根目录，它是使用方法跟正常的 LoRa 使用是一样的，所以放置位置也是一样的。我们找到这里的 Models， 点进去，然后找到这里的 LoRa， 点进来，我们把刚刚下载好的 V2 版本的以及那个 V3 的 adapter 那个 LoRa 全都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然后放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来了，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就是这个插件里边，然后进行刷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3个，就是 Motion Module 的那个模型，这3个模型。然后呢，往上，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些 LoRa 呢，它是正常的，就是跟 LoRa 放置位置是一样的，使用方法也一样。可以看一下，这里控制那个镜头的运动，然后这个向左、向右，然后逆时针、顺时针、向下倾斜、向上倾斜，这个是拉近，然后推远。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图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就是它的那个预览图，我是把它放到那个，就是这里边的，同样是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模型，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图，两个名字一定要一样，就是这里，然后它这里就可以显示了，就是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来，然后这个已经安装好了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回到这个地方，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我们往上翻，我们翻译成中文吧。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使用的这个 Transformers 呢，它是可以减少显存并提高速度的。但如果你使用的这个优化，那么由于 Transformers 中的一个错误，那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收到CUDA的一个错误。如果出现CUDA的错误，那你就切换到就是这个。或者是保留这个 Transformers， 然后在这个设置的这个插件里边，然后去选择这一项，也就是这个。我们回到 WebUI 的这个主页面，然后这里的设置，然后往下滑，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插件 Animate.diff 这个插件，点它，点了之后往上，你去选择这一项就行了，就是这个第2项，去勾选这个，就是这个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里还有一个其他，就是说你要删除像类似于这种 no-have 这种就是参数，它会增加显存的一个使用率，并且降低速度，所以要去删除，就是这个。然后下边这一条呢，等会儿我跟另外一个一起说，这个先暂时。然后这是显存的一个使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显存的一个要求。那我是30708G 的一个显存，就跑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能跑，需要的时间有点长，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注意事项就是在这边，我们回到就是这个页面。然后就如何使用这里，我们要去启用这一项，就是在设置里边去启用这一项，必须要去执行，因为防止生成两个单独不相关的 GIF 图，就是这个。那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回到这个页面，然后点这个设置，然后再往下找到这个优化，就是这个优化设置，点它，然后在这里边就有这一项了，就一定要去勾选它。这个呢，它就是防止生成两个就是不相关的一个 GIF 图，就是这个。然后再下一条，这个呢，检查这一项是可选的。然后如果你勾选它，它就会提高速度，并且就是增加显存的一个使用。就是同样是在这里，同样是在这个页面，就是在这个下边这一项，就是这个。看自己个人建议勾选吧，就是提高速度。然后好了之后。作为新手来说的话，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去设置，也是在这个设置里边，然后往下滑，找到这个插件 Element Div 这个插件，找到它，点它，点了之后就是这4项，就是这个，然后以及这个都需要去勾选，建议大家去勾选。然后这一项就是拉到最大，就是这个拉到这个100，拉到最大，这个呢它生成的一个图片质量会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建议去勾选，然后这些设置好了之后就保存，然后重新启动你的这个 WebUI 就可以了。这些就是它的注意事项。这里还有一条，就是不要去禁用哈希计算，否则这个插件将无法确定何时去切换运动模块。如果你使用秋叶大佬的整合包，那它就是在这里有一个高级选项，然后往下这里有一个模型哈希计算，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就是这一条。那么这里弄好了之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再看到这个插件，我们点开它，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那我们肯定需要去了解。那这个地方作者也给出了就是参数的一些介绍，就这里大家下来可以仔细的去看。那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如果你要使用这个插件呢，你必须要去点这里的启用才可以去使用这个插件。然后这里 Motion Model 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模型，3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你上边的大模型看你使用什么。如果你是使用的 SDXL 模型，那你下边的这个 Motion Model 这个模型也要选择相对应的 SDXL 模型。如果你选的是 SD 1.5 的模型，这个 V2、V3 版本的都可以去选择，根据自己需求选，我就选择这个 V2 版本吧。然后这后边这个地方，它是文件的一个输出格式，你是输出为这个 GIF 动图，还是 MP4 视频，或者是 PNG 图片都是可以的。那一般我这个 GIF 和 MP4 我都是同时勾选。然后这边它的这个是总帧数，我们知道视频都是一帧一帧然后跑出来的，对吧？一帧就是一个画面。那这里总帧数就是控制视频的一个长短的。那这里是它的一个帧率，帧率表示每秒钟多少帧，就是这样的。那这里它是默认8帧，1秒8帧。如果我总帧数设为这个16，那么16除以8就是2秒钟的一个就是动图会生成。然后下边这里它是GIF 动图的一个循环次数，如果这里是默认0，它就会永远的一个循环，就不会停止，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一项呢，它是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批量大小，它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这里的 Motion Model 它是一次性去处理多少帧，它就是一次性处理16帧。我们可以看一下作者给出的介绍，就是这里，就是这个上下文批量大小。然后因为 SD 1.5 运动模块呢，它是采用的16帧进行运行的，所以说这个帧数的话最好设为16。如果你是就是说用的 XL 模型，对吧？那你这个地方就设为32，
我们再回到 VBI 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闭环的设置。闭环就是第一帧和最后一帧是相同的，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 N 呢，它就是不形成闭环 ，A 就是尽量要形成一个闭环。那这里的 R 减 P 和 R 加 P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那种提示词跃迁，那么就考虑就是需不需要去补成一个闭环。那么这里的 R 减 P 呢，就是不会去被插补为一个闭环。那这里 R 加 P 就是在提示词跃迁，然后尽量会补成一个闭环，就是这个。这里作者也给了详细的一个就是说明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它是它的一个步幅，我们可以认为是上下文的一个关联性，也就是说这个画面的一个变化大小，一般这个值1或者是2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太大了，那它就变化也就非常的大，所以说这个画面可能就不会太流畅，我们就默认1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重叠，我们上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上下文批量大小，它一次性有多少帧会被，就是说这个模块去处理，对吧？那这里的这个重叠呢，它就是在 context 这个里边，然后重叠的一个帧数，如果我们这里是默认-1，它就表示是这个重叠是这个大小，它的一个1/4，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这里是设为16，那这个重叠的一个帧数就是4帧，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下边这两个差值是结合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 diffroom 那个插件来使用的，那这里我就不细说了。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放置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上传视频，然后这里它的这个视频路径，也就是说你视频是处理过的，就是处理成一帧的，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帧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边，把那个文件夹的一个路径放到这个里边。这个是这一块，那这个它的一个优先级的话，这个是低于上边传视频的。然后这个是将模型移到 CPU，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显存不够的时候，就可以点这个。然后这个是从内存卸载动画模型，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这个插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插件的一个应用。第一个呢，就是文本转绘，就是文本生成那种动图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就复制一个吧，复制一个这个。它的各种参数我就复制一下。当然，这个提示词的话，最好你里边写一些就是带动作的一些提示词，效果会更好一些。那这里我就是随便粘贴的一个，然后下边这里采用方法我就用这个 OLA 吧，然后30波，然后这个大小，因为我的显卡真的很一般，所以这个不能太大了，我就设小一点，根据自己显卡来，我就设为512×768，然后这些我都不变了，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设的这个是 V2 版本的，然后这里我都保存2张，然后启用，我生成一个2秒钟的一个动图，其他的我都默认，我就不管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你想你的视频生成的更好一些，那你还可以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After Detainer 这个插件进行使用。你可以点击这里启用去修复这个脸部，或者启用第2个通道去修复这个手部，因为我这里的话显卡一般，我就修复脸吧。其他我就不管。如果你显卡足够好的话，你还可以打开这个高分辨率，这个高清修复，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这里就显卡一般，我就点这里生成。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动起来了。当然，我们想让这个人就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去动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刚刚就是加载的 LoRa， 就是这里。它是跟正常使用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几个 LoRa 的一个方向，我就不再说了。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吧，这个拉近的这个 LoRa。然后上边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已经加载了这个 LoRa 了，这里也可以看到。然后它的这个权重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调整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就调成0.5，然后其他的我都不变。然后我再次点击生成。然后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镜头拉近的这样的一个 GIF 动图，这个就是利用我们的 LoRa， 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运动。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还想更精准的一个控制，那我们可以使用到提示词跃迁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里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还是翻译成中文吧。
这个它是翻译的一个问题，它这里给了一个案例，然后上边第一行那就是相当于一个全局提示词，你可以不写，也可以单行多行都是可以的，就整体的一个背景可以写这个，然后中间这两个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写变化的，比如说像这里是数字0帧开始，然后后边冒号，后边就是写开始变化，它就是从0帧是闭着嘴巴的，然后到第8帧的时候，这里是8帧，然后就开始张开嘴巴，就是这样的，这中间这两个，然后最后这个它是相当于最后的一个结尾的一个动作，可以不写单行多行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他给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复制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就是用它这个案例吧，然后我们往上这个刷新一下吧，整个刷新，然后这里我们粘贴过来，我们就使用它这个。当然我这里是没有这两个 LoRa 的，那我就把这两个 LoRa 删掉，然后这下边反向提示词我们就用刚刚的那个吧，这儿历史记录，用刚刚这个吧。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个 LoRa 进去，就是还是这个拉近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往上边调。好像有问题，弄错了。放到这儿来，然后权重的话，我们也给个0.5吧，就根据自己需求来。然后其他这里我们就不变，然后往下。这里是参数的设置，然后采样方法我就用 OLA， 然后这个就25步吧，小一点。然后这里512×512我就小一点，因为我的显卡很一般。下边我们就默认，然后这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用这个 V2 版本的，然后 MP4 勾上，然后启用，做2秒钟的一个动图，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跟刚刚设置是一样的。然后这里我们同样打开这个脸部修复吧。就是同样去勾选这个脸部修复，然后上边我们可以换一个模型，比如说我们就换这个吧，就换这个模型吧。其他的我们就不动了。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就点击这里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先闭嘴，然后张嘴微笑，就这样的一个动图。像那种变装啊等之类的，就是用到了这个提了死跃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就是文本转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做法。那还有像图生图，比如说，我们同样刷新一下嘛。图生图我们肯定需要有一张图，对吧？那我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去生成一张图吧。我就还是用这个去粘贴一下，然后下边这里我都不改了，然后这里这个地方我要改一下512×768，尽量这个图要跟你后边转绘的时候那个大小是一样的，效果才会好一些。然后我就先生成4张图吧。这里我们已经生成了，我们看一下选哪张图，我就随便选一张吧，就这张，然后发送到图生图里边。我们就是以这张图作为第1帧，然后上边这些提示词都不改了，就是这些，根据自己需求去填就行了。我们就提供一张这样的一个图，然后下边这里就设置好，然后往下，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重绘幅度，我们要使用这个就是 Animate Diff 这个插件的时候，这个值不能太低了，太低可能会出现雪花，就是文件不是那么流畅，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值稍微要大一点，0.75加，然后我就0.75默认这个吧。然后好了之后，我们打开这个 Animate Diff 这个插件，然后同样是选择 V2 版本的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勾选它启用，然后总的话我们也是就是2秒钟的一个动图，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嘛。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物就动起来了，就两个还是非常相近的，因为毕竟下边的这个重绘幅度还是比较高，所以还是相近的一个图片。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图生图，大家下来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视频转绘，我们还是放到这个纹身图这边来，然后我们刷新一下吧。这里我们换一下模型，我们换成这个2次元的模型，然后我们提示词用之前的这个吧，随便用一个提示词，你都删掉，然后我们加一个 dance， 跳舞，然后这些我们就不管了，然后这里反向提示词。我们再往下，然后这个用 OLA， 然后这个25，这个根据自己显卡的一个就是说来去设置，然后我们512×768，然后这些参数设置好，我们也可以生成图片，然后去选择嘛，选择固定种子，然后下边我们打开这个 Animate Div 这个插件，然后这里我们选择 VR 模型，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然后我就生成这个 GIF 图吧，我这里显卡一般我就不生成这个 MP4 了，我们启用，然后这个帧数我们先不管，因为我们是上传视频，然后这些我们都不动，我就默认吧。然后这里我上传一个视频，上传一个这个跳舞的视频，这个是1秒，这个是2秒嘛？这个呢是一个2秒钟的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2秒钟的视频。你上传之后，它会这里自动的把它的帧数还有帧率，就是自动填好，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下边这里我们就不管了，然后我们需要打开 ControlNet， 然后这里我们不需要去上传了，因为它是直接借用这个视频。然后我们启用这个 ControlNet， 打开这个完美像素，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 OpenPose， 然后去识别这个视频的动作啊之类的。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用边缘检测 Canny 啊，或者是线稿之类的一些就是算法等等，深度图啊这些看自己个人。然后我选的是 OpenPose， 然后因为我这里是上传的视频嘛，所以我这个预处理器我要选择 OpenPose。当然 OpenPose 你选择哪一个就是都可以，看自己个人，这个看之前的那个 ControlNet 的一个视频就可以了。然后选择相对应的模型 OpenPose 的模型，然后其他的一些设置我就不变。我就识别这个动作吧，然后好了之后，上边检查一下，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就是说没有设置好的。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面部修复，因为这个是全身的嘛，全身就容易崩图，所以说尽量把这个面部修复给打开。看自己个人修不修复手，因为我这显卡一般，我就没有修复。然后好了之后，当然你显卡足够好，你还可以高分辨率。然后这边点这里生成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电脑的话3708G 生成特别慢，可能生成这个2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动图的话，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去生成了，我就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之前生成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是1秒钟的视频，然后呢，这个是用 V2 模型，V2 版本的模型，然后去生成的，可以看一下。当然，这个闪烁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它是直接以生成图片的方式去生成这样的一个动图，然后这个操作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效果的话还有待提高，大家下来可以去期待一下后期的一些就是改进。然后这个呢是 V3 版本的一个模型，就是最后这个，它是一个2秒钟的一个视频。然后效果来说的话，看个人吧，我觉得它的颜色啊等之类的还是没有 V2 版本的那个好，但是它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的。这个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